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面对一只野兽，它会不会听懂你？你可能会下意识觉得，只要你不攻击它，它也不会伤害你，甚至你会想，伸出手，对视一眼，它就能明白你的意思。你们之间会有一种默契，一种互相理解的感觉。当然，理性会告诉你，这听起来很离谱，我有 99% 的理智都明白，那只动物伸过来的鼻子并不是在闻有益，而是在判断我要不要被咬，但偏偏有那么 1% 的我，始终相信自己像个驯兽者，而这一小块执念是理性完全触碰不到的。如果这只是我个人的幻想，那也就算了，但你去看历史，去看各种故事，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人类内心深处，好像一直有一种信念，我们可以理解动物，甚至可以和它们建立某种联系。这件事一方面让人觉得很美，但另一方面也有点可怕。所以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儿？什么叫自我意识？你现在是有意识的，对吧？你的大脑刚刚处理了你这个词儿，然后你下意识的想，哦，这说的是我，那其他人呢？他们大概率也一样，但问题是，动物也是这样吗？他们会不会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们会不会思考这种问题？我们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问他们。但如果我们想理解他们的大脑，至少需要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镜子测试，简单来说，就是看动物能不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很多动物看到镜子里的影像，会觉得那是另一只同类，甚至会发起攻击，但也有一些动物似乎真的能意识到那就是自己。比如在他们身上做一个标记，他们会通过镜子去观察，并试图把那个标记弄掉，这看起来就像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表现。更有意思的是，一些你想不到的动物，比如某些螃蟹，甚至蚂蚁，也通过了这个测试。当然，这个测试本身也不是绝对标准，比如狗通常会失败，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认知能力，因为狗更多依赖的是嗅觉，而不是视觉。研究发现，它们其实可以通过气味识别自己，也就是说，它们其实也能意识到，这就是我。关于非人类智能，我们仍然有太多未知。这些测试虽然不完美，但已经比过去的认知进步太多了。曾经有一位哲学家认为，动物只是会动的机器，完全没有意识。如果它们发出声音，那也只是像空气从轮胎里漏出来一样的机械反应。而在更早的中世纪，人们甚至把动物和神话怪物混为一谈。也正因为这样，野兽这个词至今还会在真实动物和幻想生物之间来回混用。但即使是在这些古老的故事里，你也能看到一种趋势，人类开始试图理解动物，甚至与它们建立联系。比如有个说法，如果你用镜子吸引老虎的注意力，就可以偷走它的幼崽，把它养成你的伙伴。当然，现实中谁这么干，大概率直接就没了。但这种故事反映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想法，人类总觉得只要方法对了，就可以掌控野兽，甚至可以和他们合作。这种想法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你不需要多哲学，也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幻想这么受欢迎。骑在熊背上，或者骑龙飞行，说实话，很酷。在各种故事里，人类和野兽结盟的设定几乎从没消失过，因为作为一种概念，它真的很吸引人。好莱坞已经靠这个设定拍了上百年电影，甚至可以说，很多最成功的作品都离不开这种幻想。作为幻想，它当然很棒，但现实呢？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拍摄电影《顽皮的动物》的过程中，有超过72人被动物咬伤。说实话，居然只有72人已经算奇迹了。根据资料，这部电影用了超过100只狮子，唯一被拒绝使用的动物是河马，因为太危险。换句话说，其他动物居然被认为是可以控制的。这些动物基本都没有被驯化，却被当成主演来使用。这背后的逻辑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念，人类可以伸出手，大自然就会配合。听起来很疯狂，对吧？但这种想法其实一直存在。从早期好莱坞开始，人们就不断被灌输一个观念，动物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是可以被控制的。比如那种桥段，一只猩猩会乖乖去睡觉，因为该睡觉了。但现实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傲慢，一种对自然的误判。人们总觉得动物是可以被安排的，就像拍摄一样，能按流程来，导演一喊开始或结束，一切都能配合。而这种想法
正是乔丹皮尔那部带有强烈隐喻的恐怖电影部的核心。在电影中，当一个巨大的可能来自外星的掠食者出现在洛杉矶郊外时，一些有动物经验的人认为他们足够了解这种生物的行为，可以把它拍下来，甚至驯服它，从中获利。他们相信每种动物都有规则，不能把背对着熊，也不能在公牛面前穿红色。不，这部电影探讨的正是好莱坞长期以来的一种假设：自然的力量可以被利用、被控制，然后再被关回去，而不会失控。在整部电影中，多个人物都认为，虽然这个掠食者很危险，但他们理解他的思维，有某种联系，甚至觉得能读懂他的语言。但自然的声音从来就不容易被理解。我们目前破解过的最复杂的动物语言，可能来自草原犬属。对它们叫声的分析表明，它们不仅能区分家犬、郊狼和人类，甚至还能用不同的词描述接近的人穿的颜色和衣服类型。这种由名词和形容词组成的系统，比我们目前能解析的任何灵长类、海豚或大象的语言都更复杂。但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动物的语言更简单，而是我们还无法解读它们。人类很容易产生一种想象，越聪明的动物就越会用和我们类似的方式交流。事实上，当动物的语言和我们不同，人们往往把这当成它们不够聪明的证据。在野外，黑猩猩可以使用多达400种类似词汇的声音组合，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它们的表达能力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但由于这种结构难以翻译，人类更多精力放在尝试教黑猩猩使用人类语言，而他们在人类语言上的表现反而成了我们衡量他们智力的标准。比如一只名叫维基的黑猩猩，在6岁时掌握的口语词汇只有7个。确实，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学习手语方面并没有一些夸张说法中那么厉害，但问题可能并不在于他们学不会，而是他们并不想这么做。我们习惯把动物能否使用人类语言与他们的智力水平直接挂钩，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亚里克斯是一只非洲灰鹦鹉，被认为是研究过的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它是唯一一个提出过存在性问题的动物。在学会基础颜色之后，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我是什么颜色？当他得知自己是灰色时，似乎得到了满足，这确实非常惊人。我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动物的智力，如果你去看一些关于鹦鹉的记录，会发现它们也会提出类似令人惊讶的问题，比如这是什么？这些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做成的？很多鸟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唯一被记录到提出存在性问题的动物是一种能够模仿人类语言的动物。我们常说类人猿从未提出过问题，但更准确地说，我们只能确定他们从未用人类的语言提出过问题。同样，大象经过多年的训练也只能说出大约5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聪明，因为它们以及其他动物并不具备发出人类语言所需要的生理结构。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未必想这么做。我们认为大象是通过动作、触碰以及低频的隆隆声来表达信息，甚至可能拥有类似名字的个体识别方式。也就是说，大象和类人猿无法说人类语言，但人类同样也无法理解大象的语言。如果因为他们对人类语言的理解有限，就认为他们的思维简单、可预测，这种想法往往不仅是错误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现实中有无数例子，那些原本被认为会乖乖听从训练的动物，最终却突然攻击了人类。这些故事常常被拿来当作动物不聪明的证明。说到底，它们只是依赖本能，而不是理性。但很多历史上被用来表演训练的动物，其实都具备很强的同类之间的沟通能力。它们可以理解指令，甚至执行复杂动作。但这并不代表它们理解你或者喜欢你。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你被一群聪明的章鱼抓住，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只是为了取乐，被训练去做各种动作，你会把他们当朋友吗？他们真的理解你吗？如果你足够聪明，你会一直配合吗？但即便想到这里，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内心深处还是有一部分会忍不住去相信，强大的野兽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他们的攻击性是可以被驯服的，就像很多电影里那样，只要伸出手就能安抚一头本该危险的生物。哪怕我自己也会觉得这种桥段有点荒谬，但每次看到那一幕，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动摇，因为那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动作。伸出手，在我们的认知里，这几乎是一种跨越语言的通用信号。即使我明白其他物种根本不可能天然理解这个动作的含义，
要相信一个捕食者的本能会因为你挥一挥手就被压制住，本身就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信念。但有时候人只剩下这种盲目的相信。我第一次强烈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看到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预告片时，一个男孩独自漂在海上，身边还有一只老虎。当时我旁边有个同学直接说了一句：这也太蠢了，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老虎杀了？先不说一个手无寸铁又饥饿的男孩怎么可能杀死一只顶级掠食者？更重要的是，虽然那时候我还没看过小说，但我已经隐约知道那只老虎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而这一点其实值得再多想一层。因为不管你把这只老虎看得多么字面，少年派其实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动物并不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它不是你的朋友。在电影和原著中，派的父亲是动物园管理员，他对动物始终保持理性和警惕，而派本人则是一个多次皈依宗教、极其虔诚的人。他总是忍不住用一种更崇高的眼光去看待动物园里的这些生物。这并不是说在经历那场难以想象的灾难之后，当他和一只老虎被困在狭小空间里时，他对危险一无所知。但随着时间从几天变成几个月，一个男孩几乎不可能不对这段关系产生情感和精神上的意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它的模糊性。你始终无法确定那只老虎是否对派有任何回应，他的想法始终是不透明的。当你看进他的眼睛，你看到的其实只是自己情绪的倒影，仅此而已。为了生存，派必须训练这只老虎。但那算是沟通吗？他真的和他说通了吗？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那种必须和一个真实的野兽谈判、建立脆弱关系的极端情况。相比人类刚开始驯化动物的时代，现在的人和动物之间反而有了更大的距离。而且和早期好莱坞不同的是，在少年派的拍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真实老虎和演员同场出现。出于安全考虑，这其实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数字制作的动物可以完美配合人类设定好的动作和剧本，这一点远比真实动物容易得多。同样，在游戏里，我可以很轻松地和一匹马建立连接，它会回应我的指令，用清晰的方式表达情绪。但现实中的马却完全不同，它会咬人，会踢人，而且完全是本能驱动。它知道我并不是掌控者，这种差异会直接击碎那种我能驯服一切的幻想。你会发现，去爱一个被设定为乖的生物很容易，但当它真正拥有自主性时，一切就变难了。在游戏最后的守护者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开发者完全可以把那只生物做得完美听话，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这恰恰是关键。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和一只巨兽一起逃离危险山谷，就像少年派一样，人类和掠食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脆弱的。这只生物不会一直听你的指令，它有时甚至会突然变得具有攻击性，但你别无选择，只能和它合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当你在恐惧和挫败中坚持下去，你会慢慢建立一种非常特别的联系。虽然我无法准确说那到底是什么，但在我自己的体验里，我和这只生物的连接比任何其他虚拟角色都要强。正因为它不可预测，这种关系才显得更真实。但也有人直到游戏结束都无法完全信任它，这其实很正常。就像派和那只老虎一样，你始终无法确定这段关系是否是双方的。到了最后，看起来他似乎也产生了某种联系，但那也可能只是男孩自己的投射，或者是玩家自己的情感。我很想相信我真的理解了这只陪我经历一切的野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真的做到了。也正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变得很难回避：人与动物之间那条界限到底在哪儿？什么才算是一种交易式关系？什么又是真正的情感连接？比如超级马里奥里的耀西，他真的在意骑着他的人吗？反过来，那个人又真的在意他吗？你听我说，耀西几乎可以说是史上最知名的游戏生物之一，但他到底算什么？其实一直很模糊。在有些游戏里，耀西是可以说话的，他甚至可能有驾照，还能骑马，这听起来就已经有点不对劲儿了，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可在另外一些游戏里，耀西却表现得像完全听话的生物，他沉默，不反抗，甚至在你为了自保把他丢下时，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那这算是他自愿的牺牲吗？
还是说这其实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我不是在说马里奥是隐藏反派，但换个角度想，在某些情况下，把一只耀西牺牲掉，算不算一种严重的罪行？在现实中，如果是为了生存牺牲一匹马，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但如果牺牲的是一个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问题来了，耀西到底更像人，还是更像动物？他有时候无法反抗，被当作工具使用，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只是一个野兽？一个生物是否值得被保护，很多时候取决于他是否能沟通。曾经有一匹马叫聪明汉斯，他因为能听懂主人的数学问题，甚至还能算出来答案而一度出名。但后来人们发现，他其实是在观察提问者的细微表情变化，在接近正确答案时做出反应。于是他不再被认为是聪明的，但那依然是一种感知，一种智能，只是这种能力并不符合人类的价值标准。后来汉斯很可能在一战期间因为肉类短缺被宰杀并吃掉。当一个生物不被认为能沟通时，它往往也就不被认为值得被看见。关于动物价值的一个常见观点是，即便有些动物可以进行简单的符号交流，真正的语言仍然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这也是人类之所以更高级的原因。但说实话，我并不认同这一点。研究发现，鲸鱼的交流方式已经具备类似复杂句子的语法结构，它们是社会性生物，完全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就算真的只有人类拥有语言，那又如何？这是否就意味着其他物种不重要，它们建立的关系就不值得被认真对待？曾经有一只虎鲸母亲拖着自己死去的幼崽在海中游了整整17天，跨越上千公里，它始终不让幼崽沉入海底。我们真的需要语言证明才能知道那是悲伤吗？不是所有生物都会像我们一样思考，也不是所有生物都想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重要？我一直很喜欢那些能证实这一点的作品，他们承认自然是混乱的、暴力的、难以理解的，但同时又有着深刻的意义。近些年很少有作品比史前战记更好地表达这一点。从表面看，它只是一个原始人和一只恐龙逐渐建立信任的故事，甚至听起来有点像儿童动画，或者像摩登原始人那种设定。但实际上，这部作品非常原始，非常直接，也非常有力量。他在认真讲一件事，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那个原始人和那只恐龙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存在的，他们都容易愤怒、多疑、难以沟通，但因为共同的悲伤，他们被绑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而这个世界里暴力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结盟往往也难以长久，但他们的关系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在一次次为彼此付出的行为中，这种联系不断变强，即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即使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对方，那里依然存在一种信任，哪怕这种关系本身就带着无法回避的风险。史前战记当然不是历史真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正是人类的故事吗？尽管我一直在强调去信任一个捕食者有多危险，但人类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和狼建立了关系，而这段关系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在很久以前，一定有人向捕食者伸出了手，相信自己可以理解他的内心，而这一次他们也许真的做对了。当然，你可以说人类和狗依然没有真正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我不确定。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是能交流的。人类本身也是动物，而且有证据表明，我们并不是唯一会主动寻求跨物种连接的生物。即使这种行为本身充满风险，有些物种会和完全没有共生关系的物种建立联系。这让我开始怀疑一件事儿，就像语言一样，这种想要和陌生存在建立联系的冲动，可能并不只属于人类。也许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也许有一天，鲸鱼也会在思考，我们是否具备真正的沟通能力，是否具备自我意识。我希望他们觉得我们有。